澎站的市集出發，帶大家來住希爾頓旗下的在素坤 BTS 空鐵站的這個地方，整體睡起來是非常的舒適。現在我們到達了這家，它就在這個巷子裡面，是賣那種古早味的雞翅麵，嫩到不行，完全不用咀嚼。這間店呢，就是王春盛，今天的人比較少，蠻幸運的。Definitely this one。古文說想要試試看生牛肉，沒有在開玩笑。早餐選擇很豐富，什么印度式啊、亞洲式、泰式，還有粥類，然後水果沙拉什麼都有。Hello， 大家好，我是在泰國的 Kimi。上一集帶大家逛了澎澎站的詳細攻略，逛了 EM District 的3棟百貨，還吃了在地美食，還有按摩。收到很多觀眾詢問有沒有推薦的住宿地點，還有沒有更多在地的美食。所以今天呢，這集就是澎澎站的市集出發。出站之後呢，大家就是可以走出口2。首先要帶大家去這一次要住的地方。出來之後呢，左轉。看到 Emporium 這個門口呢，我們就走進去，然後上手扶梯。上手扶梯之後出來直走，然後下手扶梯。下手扶梯之後，要再下一個手扶梯。按下手扶梯之後呢，大家要記得回轉。那為什麼會走這個百貨裡面的這個路呢？因為你知道嗎？曼谷是很熱的，可以邊吹冷氣邊去飯店。這時候呢，看到 Chanel 跟 MAC 這2家店，然後左轉，一直直走到底。那邊會有一家星巴克，星巴克的這個出口出去之後呢，往右邊，飯店就在那裡。從空鐵站的出口出來之後呢，一直往前走，就會走到我們這次要住的飯店。到了，200公尺而已。大概3分鐘吧，用跑的可能1分鐘。之前有住過曼谷希爾頓河邊的，那我覺得很棒。這次呢，帶大家來住也是希爾頓旗下的，地點呢是在素坤 BTS 空鐵站的這個地方。這邊呢是 check in 的櫃台。這次我們住的房型呢是 Junior Suite。那一進來玄關的部分會有這種隱藏式的衣櫃。打開之後呢，有保險櫃，像是 A4 的筆電大小都可以進得去，空間算是蠻足夠的。第二個衣櫃這邊呢，置衣物空間，再加上有熨斗。接着呢，我們先往浴室，這浴室非常大，它是乾濕分離的。首先這邊是一個廁所隔間的空間，再來呢，這邊有2個洗手台，後面這邊有插座。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它這邊有做女生化妝鏡，需要這個燈就可以打開，然後再加上鏡子，它可以把臉放大，所以可以更清楚的去化妝。然後跟大家說，在泰國有一些飯店還是會配一些簡單的備品，像它的備品是這個的牙刷，最喜歡的牙刷類型就是這種。這邊有浴缸的設計，廁所跟房間是做這種透明式的隔窗，那大家也不用害羞，窗簾可以拉下來。這邊有這個按鈕，在這裡。另外一個部分，這個蓮蓬頭很酷哦，而且對，這個還可以打開。這個蓮蓬頭它有4段不一樣的，有這種正常的蓮蓬頭的，它還有做這樣子的設計，然後跟就噴灑的不一樣。我最喜歡是這個，我覺得這個洗起來好舒服哦。然後熱水很熱，我最喜歡就是去飯店住的時候，那個熱水要很熱。住飯店的其中一個標準。這邊呢也有附簡單的備品，有洗澡的、洗頭的，還有它有潤髮，還有這個做這個安全設計。進去廁所之前還有這種全身鏡，廁所的門也可以關起來。
接下來往這個地方移動，這個地方呢可以放行李箱，空間算蠻足夠的。再來這邊小櫥櫃，裡面是冰箱，這些呢都是要再另外付費的。小冰箱它只有冷藏的功能，它沒有冷凍的功能。這邊還有杯子都在裡面，都藏在這個櫃子裡面。茶、咖啡是免費的，還有免費的水。接下來就到了這個大廳，房間整體的配色呢是木質調配上灰色，非常穩重。這邊有一個很 proper 的辦公區域，我很喜歡這家房間，它的插座很多，因為像我就要帶什麼相機、筆電啊，它總共加起來總共有8個插座，辦公桌的地方就有3個插座。那再來呢，這邊就可以看到城市的市景 view， 這邊還有配一個沙發椅，還蠻貼心的，還有放這個閱讀燈，那充電這邊也有。右邊的話有2個插座，左邊另外一邊有1個插座。床前面呢還有一個牛皮茶几，不是牛皮茶几，牛皮沙發哦。然後对，它的床很好睡，我之前睡過了，很喜歡他們的床。它枕頭一個是高，一個是低，可以看自己個人習慣去睡。啊，整體睡起來是非常的舒適，它不會特別的軟，像是這樣子。在出發要去吃美食之前，大家知道等一下最怕遇到什麼嗎？不是走太多路，是怕手機沒網路。這次在出門前先準備好 Sally eSIM， 可以直接在手機裡面下載 Sally 的 APP， 選擇要去的國家，像來泰國就有1G、3G、5GB， 也可以按照旅行天數選不同的方案。我自己最喜歡它的地方呢，是不用換實體的 SIM 卡，每次出國都很怕把那張小小的 SIM 卡弄丟。現在有了 Sally eSIM， 在出國前可以在手機裡先設定好，落地開啟網路就可以使用了，非常方便。另外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如果你這次的旅行不只是去一個國家，在 Sally APP 裡面也可以選全球還有區域方案。像我前陣子除了在泰國之外，還去了越南，就不用每到一個新的國家都要買一個新的 SIM 卡，只要一張 Sally eSIM 就可以支援不同地區，真的非常方便。现在来測試一下網路，等叫車的時候，哦，這個網速很快哎，哦，哇 That is as far as broadband internet at home. 522.12哎，網速超快。有時候在國外打開一些平常使用的網站或是 APP， 有時候會打不開，或是內容顯示的不一樣。這時候呢，就可以切換連線地區，在螢幕下方選擇虛擬位置，選擇想要連線的地區。在出國上網的同時，多一點彈性，還多一層隱私。Sally 支援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也有24小時的中文客服服務。如果裝置不相容，也提供全額退款。大家最近要出國，可以使用我的專屬連結 Sally.com/Kimi， 或用我的優惠折扣碼 Kimi， 可以再打85折優惠哦。也可以直接掃描畫面上的 QR code， 詳細的資訊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大家也可以去參考看看哦。現在呢，我們從飯店出發，要往第一間隱藏版美食。那這間呢是在賣古早味的雞翅麵，走路步行的話大約是12到15分鐘。那我想說泰國夏天很熱，正中午走的話應該会流大汗，所以呢我就搭電子的嘟嘟車。這個電子的嘟嘟車之前有介紹過，手機裡面下載這個 Movie 的 App， 可以選點到點的位置。總之呢，這個嘟嘟車的還不錯用。不過呢，就是有時候要等比較久，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使用我的優惠折扣碼，有折扣30泰銖到50泰銖。现在我們到達了這家，它就在這個巷子裡面，它是賣那種古早味的雞翅麵。這間呢也是上班族美食，正中午，現在是12點17分，大排長龍，超多人的。這個地方呢，它至今有58年的歷史哦，非常久。一進來呢，就會看到牆上的裝潢，各種的老照片啊，還有高升皇室的照片，有點像坐時光機回到以前的老曼谷。這家的菜單呢，就在桌面上，有豬雞，然後這是有內臟的，那無內臟的，這個呢是羊頭腐粉紅醬的，然後這個呢是他們家的招牌雞翅麵一個，那這個是有湯的。大家如果不吃雞的話，它也有魚跟蝦丸，或是豬配雞，這個是有湯的。下面這邊是乾麵，選好你要
湯麵還是乾麵之後呢，要選你的麵條。這邊有6種麵條可以選。這個呢是我剛剛點的雞翅麵，我是選湯麵配粗麵。那這一碗呢是60泰銖，以他們家的最出名的雞翅開始下手。嫩到不行，完全不用咀嚼。它是燉很久的雞，一剝它就骨肉分離了。雞的那個筋膜啊是完全鬆掉的，湯頭啊是有點醬油香氣，帶點八角。雞肉本身是味道非常濃郁的，是重口味一點，還要搭配一點湯，還有那種雞的清甜。剛吃完了雞翅麵，那整體呢，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比較偏重一點點，吃完之後會覺得很渴，想要喝水。如果平常吃比較清淡的话，可能会吃的比较不習慣。當然，如果大家來泰國想要試試看泰國人從小到大吃的古早味的雞翅麵是什麼樣子的形式呢，也可以試試看這家店。接着，现在要帶大家去吃的也是老店，它經營了50年，在那個巷子很隱藏的地方。它主要呢是賣牛肉的，帶大家去吃吃看。穿梭在這種小巷弄的地方呢，真的很怕有時候網路連線會斷掉。我們呢一定要使用穩定好的網路。Celia 啊，它可以在這個裡面就可以看得到。啊，沒開？嗷嗷。阿公阿媽今天沒開哎，關門。我把地址附給大家，大家有興趣可以來找阿公阿媽吃牛肉。他還有賣牛肉打拋飯哦，只好下次再帶大家來吃。計劃就是趕不上變化，但不用擔心。大家看一下我的鼓，超多美食的，吃不完。接着呢，也會帶大家去在這一帶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牛肉店。ที่คนเยอะๆแหละ ใช่ครับ เห็นคนไปกินเยอะคนจีนชอบมาทาน ดังเนาะ ใช่ตรงนี้เนาะ ใช่ครับ โอเค 好灯卡，我们到了，坐计程車過來60泰銖。這間店呢，就是王春勝，還有那個中文的字。今天的人比較少，蠻幸運的。除了火鍋之外呢，它也有賣一般像是牛肉麵啊，或是牛肉湯，就是比較小碗的 size 有分60、70、80。如果大家不敢吃內臟類的呢，就可以選單純牛肉。除了牛之外，它也有豬。這個呢是我剛剛點的牛肉湯，不加內臟，這樣一碗是60泰銖。哦，紅燒牛肉湯，它是清甜，再配上一些香菜的味道。肉質是那種嫩帶點嚼勁，牛腩的話肉質就比較便宜一點，大家可以點這種，這個牛腱很好吃。Flavor is not too strong. Usually for the beef one they always make it too salty, but this one is sweet and salty. Yeah. Definitely this one. 如果大家來沒有要吃火鍋類型的話，就可以推薦點湯加牛腱一起吧。當司機大哥在車上跟我們聊天，然後推薦王春勝附近，不到100公尺跟10公尺吧，有一家泰式的傳統甜點。這家泰式椰奶蒸糕叫做湯農會，它就是用泰式的蒸籠去蒸那種甜點。這個呢是1盒20泰銖，非常便宜耶，而且有5個哦。如果翻譯成中文的話，可以是泰式的椰奶蒸糕。它會用一個蒸籠，裡面呢放一個容器，有點像是我們吃碗粿的那種容器，但是它沒有那麼大，它是小小的，就像跟湯匙小湯匙一樣啊。裡面放的就是椰奶，吃起來鮮甜鮮甜的，而且它有2層顏色。下面是香藍的顏色，這搭配西米露啊、椰奶湯會很好吃誒。泰國的船麵店都會賣這款甜點，它算是一個組合的感覺。我們問問泰國人，他們คนไทยปกติกินเตี๋ยวเรือเห็นทุกร้านก็มีข้างหลังถ้วยก็จะได้แก้รสเผ็ดร้อนไง because ก๋วยเตี๋ยวเรือ is hot and spicy so it's balancing the flavor so you don't feel that it's too spicy and too strong and it's also clear like some flavor in your mouth you have to eat the whole piece 現在呢帶大家來到這邊法式麵包坊
他们家很有名的呢，就是可颂，门把也是用一个可颂。有这种长形的可颂，還有原味可頌，看起來很好吃。有天然巧克力可頌，裡面有放 cream 的可頌，然後上面是杏仁片，有這樣不一樣的可麗露。剛剛點的呢是香蕉巧克力的，它是145泰銖，單價蠻高的。原味是95泰銖起跳。我剛才點這款的基準呢，就是看架上唯一一個品項只剩下一個的，我想說那應該算是暢銷口味。外觀上看上去非常多的香蕉夾層在可頌裡面。為什麼要吹呢？它不會熱。這個口味有點像在吃泰式的 roti， 香蕉搭配牛黑來的口味，既視感。我剛才單吃旁邊沒有沾到巧克力跟香蕉的部分，我覺得它吃起來如果是原味可頌，應該會蠻好吃的，有那個濃郁的奶香氣。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個可頌它的酥脆度是有，但是我覺得它小小的偏硬。如果好的可頌的話，內層要帶一點濕潤度，但它就比較沒有，就小小可惜。剛剛的可頌啊，整體吃起來，我覺得它是外層很卡茲酥脆的那一種，內層呢，它是偏比較紮實一點的。我自己是喜歡內層的口感是偏濕潤，所以對我來說可能不是我的首選。可能二訪的話，應該會選擇原味的，原味的應該是蠻不錯的，不確定。所以到飯店，我 check in 的時候還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大廳。這邊是 check in 的地方，一走進來，從大廳一直往前走啊，這邊到底呢是吃早餐的地方，下午茶也在這邊。香蕉口味的馬卡龍。外層呢脆脆的，下面那個蝸牛的部分呢還是白巧克力，而且我覺得這個很可愛。它這邊呢做一個雨傘，這個呢主題就是雨季與花季，這個呢是雨天雲朵的造型，裡面是開心果跟草莓，有堅果的香氣。這要這樣子打開你的咖啡杯的杯蓋，下面的那一層會是像咖啡，有一層會是像牛奶，就是做的非常的細節。你看，哎呦，哎呦！吃飽飽，帶大家來26樓，有那個健身房。進去之前要滴卡，滴卡之後門打開就可以進來了。哇，好涼哦！健身器材蠻足的，有跑步機、健走機、腳踏車的，還有啞鈴，多功能式的健身器材。外面是泳池。那不錯，吃飽飽還可以來健身房運動一下。在這邊運動特別有感覺，它是24小時都有開門的哦，1週7天，全年無休。花了一點時間運動了一下，等一下才可以繼續吃。有人偷偷點酒了，這裡有一個酒吧藏在這裡。Signature very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coconut smell. 很 refreshing 哎。很 refreshing 哎。英式水果茶，各種水果，酸甜的水果，草莓啊，小黃瓜、蘋果。回來飯店這樣喝個小酒，躺一下，感覺也不錯。刚喝完調酒之後，小小的休息一下，就決定晚餐我們就在飯店吃。我們現在在這家餐廳呢，在飯店的1樓，紐約意大利式的風格。這個風格呢，源自於19世紀到20世紀，有意大利人移民到紐約，那把意大利式的傳統料理融入了
紐約就是會有那種大分量或是聚餐的這個風格。古文說想要試試看生牛肉，我們點了生牛肉來試試看。生牛肉。It's tasty. It's so tender, the beef, and then the flavor is quite refreshing. Like a little bit sour, have slight mustard seed. 生的我倒是沒吃過，很生哎，就是那個顏色啊，沒有在開玩笑。哇，很有嚼勁啊！吃起來就是芥末橄欖味，沒有那種生肉的腥味。雖然我沒有吃過生肉，蠻特別的，第一次吃生的牛肉。這個是意式香腸意大利麵。意大利麵是偏比較硬的麵體，但真正的意大利麵就是要這種麵體，就是比較深一點的。很喜歡它的蘑菇黑胡椒的調味，好吃。我們還要點牛肉，這家主打就是它的和牛呢，有點像是牛的混血兒，不會到和牛太油膩，又有帶一點瘦肉跟肥肉。肉質處理的嘟嘟褐，真的是肥瘦兼具，不用特別再加醬就已經很好吃。來沾沾看，還是得試一下。紅酒醬，如果沾了這個醬，整個味道又不一樣。紅酒的甜味提上來，又多了個鹹甜的味道。那個 potato 的香氣也是很不錯，跟奶香氣剛好融合的很同步調，不會太搶戲。可以耶。晚餐留在這邊吃，真是這個決定是對的。我們要感謝普恩，在這間飯店啊，還有行政酒廊，從5點半一直到7點，這個時間呢，就是酒喝到飽。如果你是喜歡小酌的朋們，就可以把這個時間留下來。So they will have at least 2 hot dishes, some cold cuts and cheese, desserts, right, and salad. Yeah, so many vegetables. Our drinks are so many, like cocktails, white wine, red wine, All you can whiskey. Yeah. That's what you like. All you can drink. I don't drink. ไม่มีแล้ว Because you finished now. 現在吃完晚餐，假爸爸從飯店走出來，帶大家來看一下周邊的環境。飯店一出來，往你的右手邊方向走呢，就是往 BTS 蓬蓬站的方向。然後這邊有一家 Seven， 繼續往前走一點呢，這邊是 Emporium 的百貨。從這個橋走上去就是 BTS 空鐵站，超近的。這個空橋連接了3棟百貨 Emporium、Encore， 還有 Sphere。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計劃要逛這3棟百貨，或者是吃這附近的美食呢，住在這一區就很方便。大家早安，今天早餐呢帶大家來4樓的行政酒廊。行政酒廊空間是長這樣子，就很安靜。check in 的時候會在那邊。如果是有行政酒廊的房型，酒類喝到飽也是在這一層。然後早餐呢是在這個地方，它是一個小方格，有提供熱食啊，有各種不同的東西。這邊就有茶、咖啡，還有飲料，沙拉在這邊，起司區、麵包區。行政酒廊早餐跟1樓的早餐差別就是在行政酒廊的格局會比較小一點，但是優點就是很安靜。如果是有辦公的人，或是想要早上比較安靜的話，像這邊裡面就非常的安靜，很舒服。然後帶大家去樓下1樓吃早餐。那這裡就是1樓早餐區，這邊是 L 型的，桌上會有這個紙，可以點餐，只是點那個淡的。那上面都有寫中文，所以很貼心，不用擔心。早餐選擇很豐富，什麼印度式啊、亞洲式、泰式，還有粥類，水果沙拉什麼都有。哦，我覺得有一個很棒，就是它的牛奶，它可以換成燕麥奶，
它還有低脂牛奶，就是很多種不一樣的選擇。飲料區裡面有泰式奶茶，一早就可以喝泰奶。這區呢是泰式，這個超可愛，它可以勾在上面。炒飯、番茄炒蛋，我最愛吃的。海鮮，這個是紅咖喱。今天的話還有這個青菜、芒果糯米飯，放在那個木蘭裡面，有點像提籃的感覺，超可愛。哦，重點是很好吃。這邊還有那個酸種麵包、可頌啊，還有那個哦，今天有香蕉巧克力耶。這邊還有現煮麵食 ，gluten free 的，所以有一些是膚質過敏，就可以吃這個。跟大家分享整體住下来的心得。這次呢是住在希爾頓 Sukhumvit， 我覺得這裡最大的優勢，它的飯店位置靠近空鐵蓬蓬站非常近，200公尺的距離，走路3分鐘就會到。要去蓬蓬站、山洞百貨都非常的方便。那樓下就有 Seven， 還有一整條的按摩街。在曼谷很容易塞車，離空鐵站很近的位置，移動起來就會非常輕鬆。第二個優點呢，我覺得是睡眠品質。希爾頓的床非常好睡。床很大，遮光窗簾很棒。早上的話完全不會透光，所以你可以很舒服的睡到自然醒。大家在訂房的時候也可以注意看看需不需要行政酒廊。官網上看的時候，你可以先看一下你選擇的這個房型有沒有包含 Lounge Access 行政酒廊這個權限。希爾頓的入門房型是3500泰銖起跳。房價還會再依照日期啊、淡旺季，還有訂房平台的折扣會不一樣。追求最低預算的話，大家也可以再多比較看看。以上呢就是這次蓬蓬站的續集，大家還沒有看過上一支蓬蓬站詳細攻略，也可以搭配這一集一起看。以上有沒有哪一間想吃，大家想要去吃吃看的呢？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或是想要看我開箱哪一種類型的住宿，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期影片，那喜歡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那 Kimi 我說，我們下個禮拜六見嘍，拜拜。